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美丽的催眠治疗师 Jenny。那延续上一集跟上上集，我们接下来要讲就是找到人生目标之后要怎么样去实践。其实，在网络上一定有非常多不同的就是达成目标的方式，都可以去参考。我这边的话呢，就是整理一个我自己认为是适合我的，然后跟大家分享，你们可以做一个参考。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先理清自己要什么嘛，就是可能在做上一集的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其实我好像人生方向是这样的，我想要朝这方面前进。那接下来你就要开始问自己说 ，OK， 你要采取哪些行动才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然后你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自己来完成这个目标？资源指的就是，比如说你的能力啊、你的人脉、你的财源，或者是你的家庭，甚至于你的朋友，或者是在这个网络上，因为现在的平台都非常的开放跟透明，有谁是可以来帮助你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的？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去找啊，然后去思考，然后去想、去串联、去统整的。那关于制定计划的部分，我之前去上过一个关于领导能力的课程，我自己觉得蛮受用，就是说，要时间化、目标化、数据化，就是可达成的方式去涉猎出来，然后要有截止日期。截止日期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重要，就很多人都有设目标，就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他没有一个 deadline 那个截止日期，所以就会变成无限的拖延，然后没有做到又好像没有关系，所以压日期是非常重要的。我那时候去上那个课，我们是以3个月作为一个大的检测点。那这3个月又会再细分成每一个月跟每一个礼拜，还有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是可以很细的去规划出这些。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于这种方式，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这些就会比如说我要达成什么样的数字，做哪些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透过做这些事情我要创造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所谓的创造有一部分是那个实际的数字，比如说我们是事业好了，就可能是营收，我实际要创造出这些营收。那另一个要创造是关于感受，就是我在创造出这些营收的时候，我要创造的感受，比如说是很快乐的赚这些钱，很开心、很有爱的，然后帮助到人的赚这些钱。所以这个感受的部分也是在制定计划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那时候叫它就是说它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创造这些。那每一次的检测点当然就是有看自己有没有达成那个实际数据上的目标。那另外一个环节的话，就是要问自己说，我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去达成这个目标或执行这个目标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那这个感受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我可能是开心的，我可能是不开心的。那这个开心不开心又是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然后可以去评估、去审视，为什么是开心？为什么不开心？然后就是看有没有需要去做什么部分的调整。好，那在检测的时候，其实还有几个环节，就是一个是去看说，自己在做的这个过程，哪些是很行得通，就是做得很好的，就是去欣赏自己、赞赏自己，然后认可自己，加上就是说，OK，这是我以后可以持续再反复做的。然后也会去看说，哪些是我要去提升、去调整，就是我可能这样做，然后没有创造出我要的结果的，所以我需要去调整一些东西，然后去想说我要调整什么，就是面对到一些需要去穿越、去跨越的挑战，这样。那其实在这整个检测的过程，这样的方式，它就是让我们去向一个目标前进，然后在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一个是专注在去创造出自己想要创造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去看说，更认识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自己以前没有发现的啊，然后有发生一些事件，所以对自己又多增加了一个见解啊，一个认识这样。还有就是用一个中立的心态去看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过程，一定会遇到挑战，有可能会感受到就是很挫败，觉得自己就是没做好，然后有些自责什么的。可是我们就是要练习用一个中立的视角去看待这些事情，而不是让自己的情绪去被嘎进来，然后嘎进来之后就是卷进来之后又影响到自己的执行力，就是用一个 OK， 我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好，那我学到了什么？好，那我下次要怎么做？OK， 好，然后就继续往前进，就是让自己是
可以更快速的振作起来，然后去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的。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有挑战的。就是对于我以前，或者是甚至于现在，有时候我也会，就是面对好像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是觉得失败的时候，心情被影响的那个部分是很大的。那其实，在国外也有一些人是崇尚，就是从失败中学习，然后面对失败是那种很正向的心态，就是 OK， 我失败了，那我学到了什么？好，我的下一步是什么？就是不会把失败当成一个是天崩地裂的事情，或者是把失败当成就是说 OK， 我失败了，我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好烂，我好逊，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很正向的东西，就是要去调整自己跟认为失败的这个东西的关系。好，那接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听到烂掉了，就是对于自己想要的目标，一定要是就是付出行动，然后要坚持，然后要反复的一直坚持，直到做到了为止。就是我发现，就是现在的社会，因为有很多的科技的发展，然后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机会出来，那当然一夜致富的人，我觉得是存在的，就是很多投机取巧。也不能说取巧化，也有可能啦。反正就是很多那种一夜瞬间因为投资了什么然后致富的人有，可是那种不是透过长期的付出去累积出来的，很多时候如果那个观念跟价值观是不正确的，很快这些钱又会流失，或者是拥有的东西也会流失。所以一定要是我觉得稳扎稳打、很扎实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尽可能不要去接触到那种就是马上教你赚到钱，马上教你什么的，就是很多求快的东西，其实基础没有打好，最终都还是很容易就是出问题的。还有就是坚持跟纪律，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道理，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真的对自己狠下心来去做。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如果要瘦，就是运动吃健康，可是有些人就是会贪嘴嘛，或者是就是懒不想做。那其实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方向，就是一定要去付出的。还有就是要有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到这样。那有些时候，有些人就是在设立一些目标，可能在路上遇到一些困难跟挑战，就很容易觉得气馁，就想放弃。可是一定，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是相信你自己是很值得去拥有这个人生，很值得去拥有这个人生目标方向的。有时候也可以说，就是要自己换一颗脑袋，就是比如说看到挑战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与其问自己说怎么办啊，这件事情很麻烦很复杂，就问自己说 OK， 我看到了什么机会？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样去做？还有什么方法？我想要达成的是什么？我要怎么创造？就是问自己正确的问题，换一个脑袋，换一个观点，换一个思维去看待眼前遇到的事情。那这整个过程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就是相信自己是一定可以做到、可以达成的，然后也是一直当自己的啦啦队，就是告诉自己说你很棒，你做得很好，然后去为每一个前进的步伐去庆祝，不管是很小一步或者是很大一步，就是有一个仪式感的去庆祝，说自己很棒，然后就是一直鼓励自己。然后就是从每一个事情、每个经验里面去学习，它发生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然后去为自己找到那个原因，去用正向的方式去解读它。OK， 所以把这3集的内容整理起来，就是对于自己如果现在是很迷惘的阶段的话，就是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个迷惘的阶段，都不要急。就是明白 OK， 你会有这个感受是很正常的，那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帮自己去厘清，透过去尝试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去了解自己，去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们不急，但是我们是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呢，是相信自己的，勇敢的去尝试的，然后要坚持，要恒心，然后最后就是透过每一个尝试，每一个就是做的事情、经历事件，去学习跟认识自己，然后再去做一个评估，再去做调整，就是一步一步来去找到自己最终的那个人生的目标方向，然后记得它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不用是一个很伟大的东西，它只要是一个对你自己个人而言是很重要，然后具有意义的事情就可以，然后就是一直继续做，直到你做到了为止，然后让你的这一生呢，都是关于去达成专属于你的那个人生目标方向的。
好，那最后的话，我有几句话就是想要送给在观看的朋友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的成长背景塑造出了你擅长的事情，然后不是每一个人都和你一样，所以没有必要去跟任何人做比较。很多我们在看的东西，别人在秀的这些，其实都有可能是假的。就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擅长某一件事，所以这个社会才有办法互相依附，然后让这个社会是可以很顺利的、很稳的去运作、去运转。所以不要把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的角色，当做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都是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很重要的一个细节、一个环节。就把你眼前的事情、当下的事情做好，把生活过好，然后学会这个，就是享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往这个方向前进的过程，去享受它，去爱上这个过程。好，那我们第3集的内容就到了这里。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想要多了解的，想要我厘清的，或多分享的，都可以再告诉我。那就祝你们今天也玩得愉快喽，拜拜。